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事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竟要挖我娘的坟！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，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，还如此的简陋？他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啊！你还欺负别人？看这画，是不是如我所说？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？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，我只能出此下策，引爹前来。您真的一点都不想她，不想看看她吗？明明从前您那么爱她、疼她，为什么爹变了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想到她，为父就不好受，所以宁可不去想，不去见。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？行了，回去吧。爹，等等。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，请爹带回去，插在瓶中。她若是想念您，透过这花，也许能看到您。我知道，她一定很想念您的。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，我们习武的，从来不信这个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，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花花草草的。今日念你，思母心切，为父也不想训你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这。
那只独领南星是你放的吧？猜测无凭，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先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、小青、矿垄之度。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 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？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。 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毒理南星中毒的症状。毒理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，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。 便是毒已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。 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直到他死，我爹都再没来看过他一眼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，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？ 将我们母子俩弃入敝履。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，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，
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。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，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，两人暗通款曲。胡说八道！我娘深爱我爹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蒋襄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，5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。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，并问出了真相。你娘与药郎的事儿，正是当年她在蒋襄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。别闹大了，我来办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要毁掉一个女人，破坏她的贞洁，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你若是还不相信，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，你自己去问。我爹，他知道吗？我查过了，侯爷回京不久，皇上收了他的兵权。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急需蒋襄的父亲，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。在权势面前，他选择了蒋襄。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，逐渐冷落你娘的。而蒋襄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。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，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。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，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。我爹见过他，他知道的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光。是了，我娘是被他和蒋襄合谋害死的。想来我这个儿子，也是他早就不需要的了。二公子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侯爷的宠爱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他从前宠爱你，是因为爱着你娘，也觉得你像他，能够继承他的衣钵。他现在器重大公子，也是因为蒋襄的娘家对他有意，而你又被蒋襄养成了废人。他喜欢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，这样的喜欢得来并不是难事儿。只要二公子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只想为我娘报仇。对付蒋襄并不难，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。庄知府一旦失宠，蒋襄也就没了依靠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报酬，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。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，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。蒋襄死不足惜，但现在我爹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。沧海，
我爹是你的仇人，你要杀了他，为你全家报仇。可你为何要帮我？我有一件事，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。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是你不能问，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。对，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，凶手除了你爹，还有另外2个人，一个是掌印太监曹敬贤，而另一个人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需要找到这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不会打草惊蛇。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，这是你帮我的条件。是。打听出来之后呢？你会做什么？是我多问了。你进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。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若二公子不愿意，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。他杀了我娘，我不能原谅他。但他毕竟是我爹。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，但我却不能杀他。还要与他百般亲近。你明知仇人是谁，却还要承欢膝下，舔颜敬着他，爱着他，这对你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？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我可以帮你打听消息。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。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，你不要怪我。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，帮我找到仇人，我已是感激不尽，不能再强求其他。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，我也绝不埋怨。只请愿吕先生之谋。请先生帮我报仇。从今日起，我一切都听先生的。从今以后，你我生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平津侯最信任的儿子。等他从平津侯那儿获悉谁是第3人以后，我再行复仇之计。就算如你所愿，万一到最后他什么话都套不出来怎么办？你能等吗？恩公的话点醒了我，我蛰伏10年，不是为了一朝一夕的成败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更加周密。小海，我跟你说说曹敬贤的事儿吧。他与平津侯表面上就是官场来往，而庄知府现任工部侍郎，时常会修葺皇家园林，这中间免不了司礼监批示。我猜啊，庄知府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有许多都落到曹敬贤口袋了。意料之中。而且他身边守卫密不透风，他除了去皇宫，平日里就待在京中司礼，想要接近他，难如登天呀。不过2个月之后，倒是有一个机会。师傅，您说的是？朝廷举办的步打球赛，意在强健大庸男子体魄，更是受到京中世家公子们的追崇。每年的冠首，司礼监掌印太监会替皇上出面为其授奖，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见到曹敬贤。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。
既然你会算命，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？大人，老祖宗的规矩，做我们这行的，不能给自己算。你可知道，你之前说的话，足可以让我杀了你。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，想助大人逢凶化吉。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？你之前说什么？我周身环绕煞气，又有命坎要过，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。贫道云游四海，卜卦算命多年，一来不愁衣食，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，何必编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，引火烧身呢？好，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。哎呀，说吧，你要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放了你。若说错一个字，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贫道明白，贫道明白。大人若要验证吉凶，不妨先求上一签，等看了签，贫道再细细道来。大人，如何呀？第24签，下签。果然如此啊！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。彼此居家，只一山，如何似隔鬼门关？庙堂之高无所诉，青山不宁，祸不单。哎呀，大人，如此煞签，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，以至于官星逢冲，水土生变。说明白点。大人，您想想，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？这埋在土里的变故，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。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，若大人坐视不管，不但于大人的仕途有损，恐怕还会殃及令郎。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，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。谢大人。叩请九天玄女娘娘，太上天师，北斗星尊，脚踏祥云来此坐镇，祖师爷显灵啦！大人，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，来助大人逢凶化吉，先将此签焚烧，以观后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签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？火里蹦出来了？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？火与火，变故生。大人快看看此签可有变化？这签，大人，绝了！绝了！刚才是24，
现在是46，果真有了转机。这46签中平签，签书曰：“思量无际重重险，忽有灾事误近前。将死未死翻身处，吉星天降越关山。”恭喜大人呐！何来之喜啊？这签的意思是，已有吉星下凡，来助大人渡过难关。在他将死未死之时，会显露真身，倒是大人自会知晓。吉星，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，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贫道在此间事已了。哎，大人命数贵，贫道想起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，更伤神。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，买些给他。谢大人，祝大人官运亨通，吉星高照。大人，您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艰难险阻路蹊跷，南鸟孤飞依北朝。今日贵人曾识面，相逢却在4声交。哎。大人，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先将此签焚烧，以观后效。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需要把这个杨桃藤枝用筛子滤一下，像这样，这样才是可以用的。
断龙石的机关需接引河流，以水力驱动，水升石降，木门一落，永不开启。现在工程一切顺利，如无意外，皇陵就能如期完工。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。那藏海的确能干，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，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帮迂腐文人，成天没事找事儿，让他们说去。侯爷英明，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，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。藏海发现，先帝棺椁移位之事，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，是地宫漏水所致。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！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？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！不是这样的，父亲。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，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，这事儿您是知道的。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？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，但他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公墓他脱不了干系啊。他既是个聪明人，就该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关键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！你们想怎么做？等皇陵修葺完成，藏海大公，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，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。出大人都给他算过了，他八字全阴啊，最好的殉葬命格。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？不敢欺瞒侯爷。去吧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。是，是父亲。兄弟们，皇陵完工了！大人，您同我们讲讲吧。您这么年轻，怎么懂这么多？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？不是，是我父母亡故以后，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式的匠人，从事几年罢了。那可真了不起，这功夫，这没有1、20年可下不来。来，咱们再敬藏大人一碗。哎，都满上啊！再敬一碗。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。好，哎，满上。哎，各位，我说一句啊，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，今夜不可烂醉，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。那可不行，今日就要践行。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？来，今晚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楚大人到！楚大人！哎呀，今晚真是热闹啊！来，
我也喝一碗。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上面的大人们呢，也看在眼里，很是欣慰啊。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，你们个个都有重赏。个个都有赏啊！谢谢大人。姬群、孔三、殷二狗、韩毅、张树、孙正、袁居、李家良，一共8个工匠，我已禀明皇上，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，且是自愿殉葬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们是自愿殉葬。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，有没有改主意的？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，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，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。大人，你答应我的，还作数吗？当然，你放心。楚大人，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，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。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。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，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，青天剑会记住你们，朝廷会记住你们，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们。大人，我们这群将死之人，今晚难免失态。大人请回，答应你的事情，绝不反悔。不急，本官来此还有一事。藏海听命。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顾皇陵，宣劳戮力，功莫大焉。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，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，再不出陵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领命，自愿为太后殉葬。藏海听命。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顾皇陵，宣劳戮力，功莫大焉。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，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，再不出陵，以报先帝、太后和朝廷的恩典。大人，藏海这么年轻，怎可殉葬？留在青天剑，大有作为啊！是啊，大人，大人三思，藏大人不该被殉葬啊！哎，这也是上头的意思。我也是痛心疾首啊！现如今日月交时，九河水患，四处地震，皆是因为天地不宁啊！青天剑算过了，为了四海升平、八方宁静，藏海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这份殊荣，别人想得，还得不到呢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领命，自愿为太后殉葬。好，恭喜啊，藏海，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！啊！藏大人，藏大人，你怎么要同我们去殉葬啊？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？是啊，大人。哎，一个人太有作为，就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，遭他忌惮，所以才故意安排你修建地宫。但是看你的样子，好像早已经猜到。楚怀民的心思并不难猜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们都是自愿殉葬吗？不再好好想想，
如果我们不愿意，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问，问到你点头为止。到最后，依然逃脱不掉手脚被打断的字眼。朝廷的风气，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。大庸的开国皇帝，虽然早已下了殉葬的禁令，但经不住后来一直有人主动这么做。赤胆忠心，谁敢说个不字？只是又被迫改成了自愿而已。到了楚怀民这里，更是明目张胆。他既可邀功，又可敛财。敛财？朝廷花了大量的银两，为了抚恤这些殉葬的人，我们都是将死之人，还不如用我们的命换些银两，让家人和孩子们活下去。虽然会先被楚怀民这些人层层盘剥，到最后剩不下多少，但是这笔钱对于我们的家人来说是救命钱啊！可是藏海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为何甘愿赴死啊？跟大家一样，都是苦命人啊。阳间地府俱相似，只当漂流在异乡。来，我们喝了，今日大醉一场，明日从容而去。喝！喝！来，喝，喝。太后落葬，皇上都不来吗？听礼官说，皇上在守灵期间哀伤过度，伤及龙体，所以就在宫中为太后诵经祈福，不过来了。你做过官，这些人你认识吗？那边文官之首是吏部尚书。中极殿大学士施一平，为官谨慎持重，也算是朝中清流之首了。他旁边是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赵秉文，他是内阁次辅，为官孤傲清高。武官之首是平津侯庄如隐，
当年的镇国将军，当朝的荣禄大夫。工部侍郎庄知府是他的儿子，楚怀明就是他们的走狗。宋太后领柩入葬。最后一步，查验棺椁封漆。大人，这太后的棺椁上刻了北斗七星的图样，这是何意？天子之居，位之子臣。帝王们死后，也想到北斗七星拱卫的子臣上去住。不光是棺椁上这么刻，想必连太后的尸身，也是被摆成这样的姿态下葬的吧？那您说，我们死后，也能到这子臣上去住吗？走吧。各位，我来送送你们，跟我走吧。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美酒佳肴，你们应该知道，里面是下了毒的，吃了以后不会痛苦，3日之后便会平静死去。死就是死，哪有那么多说头？好好过完这3日，安心上路吧。这可是建昌府的马古酒，听说这1两要300文钱。打开，打开。哎呀，这好酒就是不一样，闻着可真香啊！跪！
机关已经开启了，那他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了。真想看看到时候藏海是什么表情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鹿肉吃过吗？我曾经可打过，不过最后被乡里的督宝抢走了。其实我也没吃过。麻痹自己，也不失为一种活法。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跟我说过，总有一天他要终止活人殉葬的制度。可是他没有做到，我更没做到。也许后人总有一天能做到吧。如果事事都指望后人来替我们做，那后人的日子只会一天不如一天，我们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？再拜！你们渴不渴？要不然我替你们先尝尝。也是，早晚都是死，不如做个饱鬼。来吧，反正也出不去了，那我就先喝了啊，解解渴。不要喝，喝了就真的出不去了。怎么？难道大人，你还想出去？别想了，也别劝了，就让咱们醉生梦死吧。我有办法出去。出去？三拜！您有什么办法？难道偷偷挖了逃生井？这可不行，在皇陵里偷挖逃生井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是不，从门口走出去，就从那一扇地宫的大门，光明正大的走出去。你要带我们光明正大的走出去？四拜！那断龙石未落之前，仪式还未结束，文武百官都在，这时候出去，定会被他们看到。是啊，就是让他们看见，我们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去。怎么可能啊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去，一定会被杖毙的。是啊，还会连累我的家人。我们若是不争，就还会有人继续被活活殉葬。下一个，甚至有可能是你们的家人。拿什么争？就凭我们几个吗？是啊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只要能在断龙石落下之前走到地宫门口，我就有把握让你这一次的殉葬作罢，让他们放我们出来。你真的有把握？我信你。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礼毕，放断龙石。这扇门不是断龙石，是可以打开的。
机关在外面呢。机关是在外面，但一定有引线连接着木门。我们只需要找到那条引线，便可以操纵外面的机关。我知道，连接木门机关的引线就在顶上。 就是这块砖，兄弟们帮忙！好，把石头给我抬上来！好。快蹲下！本以为断龙石一落，还能苟活3日，现在还有生的念想，3日之后念想没了，死了也就死了。但一旦机关开启，这时候被杀，最痛苦。原来他们早就在这儿设置了机关，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横死啊！咱不已经都是自愿殉葬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们？ 我们必须要拉开那个引线，把门打开出去。小心！我上去了，大家过来帮忙！走。小心！走！上！ 把盾牌都举起来！怎么办？就剩我们几个了，挡也挡不住啊！不要放弃，再试一次！上海，骑到我肩膀上来，上来，走！
起来，门开了，回家，回家，起来啊，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回家，走，走，想想吧，回家，走，走。